那么在巴基斯坦的美国大臣的这个美国大使馆克拉茨的美国大使馆，居然有很多的上百名哈米尼的支持者要去闯美国领事馆领事馆，结果呢，巴基斯坦卫队当然就开枪嘛，搞了9个死了，还受伤很多人，就在海外这个哈米尼的支持者居然这么疯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，我觉得这胡扯了，说我们为什么要打他？他说因为伊朗要暗杀川普，所以呢，有能力吗？所以那伊朗的驻联合国大使说你有点礼貌，你在讲什么？谁嘛？就是我常常讲说，你暗杀了几次？到底谁暗杀？用什么方法？比如像我们知道美国CIA暗杀古巴的卡斯楚，我讲过，在水里给他下毒，食物里下毒，然后呢，牙医在他的那个补牙的那个牙材料里面下毒，10几次暗杀卡斯楚，你每次都有记录，都会讲什么时候什么人去暗杀的。那你就讲说伊朗要暗杀，伊朗怎么暗杀川普呢？难道上次biang川普那个人是伊朗派去的吗？这已经有点讲得天花乱坠了除非你能拿出事实来了，否则很难取信于人嘛那另外呢，就是伊朗的代理势力真主党也参战了，他去打以色列的北部所以美国现在有点担忧，会不会波及美国本土？就像911那时候也这样，我正规战打不过你嘛，我就跟你搞这游击战搞这种城市战搞这种恐怖战搞这些东西那好吧，我们看看这个到底跟美国的冲突会怎么样。警笛声狂响，街上的人们都在跑。在伊朗扬言报复之际，美国德州奥斯汀传出枪响，一名身穿伊朗国旗图案上衣的枪手在酒吧外大规模扫射，造成10多人死伤。当局认定这是一起恐怖攻击。Thank you, Trump, thank you. 不过，在纽约，数百名支持者走上街头，高喊谢谢川普，感激美国帮助伊朗政权更迭。不过，巴基斯坦多地却爆发了反美潮。卡拉奇和伊斯兰堡的示威者冲到美国领事馆和大使馆前，砸毁玻璃、纵火、焚烧车辆，还和警方爆发冲突。ये हंगामा आ रहा है जब से स्टार्ट हुई उस वक्त से लेके अब तक जो है वो 20 से ज़ायद इसमें मुतासिर हुए ज़ख्मी और 6 से ज़ायद लोग जो हैं वो इसमें जाँ बाग हो चुके हैं। हमारे दीन हमारे मज़हब यही कहता है कि हमेशा ज़ालिमों के खिलाफ हो और मज़लूमों की हिमायत में हो。在伊拉克巴格达绿区，美国大使馆周边同样是烟雾弥漫，亲伊朗示威者试图逼近使馆范围，安全部队连续释放催泪瓦斯驱散人群。如今美伊战火持续升温，也让原本脆弱的中东局势更加动荡。来，佳宇，你就穿那个美国国旗服。抱紧美国大腿是王道。相信美国就对了，抱紧美国当然就是大家的共识。因为其实这整个过程大家可以说不意外，因为毕竟这个1月开始，刚刚讲的大军就已经集结到伊朗去包括航空母舰等等，大家就已经有预感了。而且在2月26号，美国副总统范斯还接受《华盛顿邮报》的专访，里面特别就提到伊朗现在已经在做这个核武的计划啦，大规模的这种核试验什么都已经开始了。然后他还特别强调说，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么恐怖这么糟糕的政权拥有核武。2月26号，我当时就已经预告，而且他还说，如果美国攻打伊朗的话，绝对不会是持久战，一定会快速解决。这个访问才不到2天，2月28号，美国就跟以色列对这个伊朗投下了这个炸弹，而且是一个精准打击。刚刚范斯才说不会持久战，结果马上这个48个最高领导人，包括哈米尼等等的这些主要领导阶层，全部一次团灭，精准打击。所以现在新形态的战争，你看美国多厉害，不用持久战你这些什么马杜洛，你这个哈米尼，全部就斩首，一次就斩杀。那这个当然会让大家瑟瑟发抖你想说，我准备这么多武器，大家如果看网络上还有一个影片，川普是得意洋洋，他说这个中国的设备、俄罗斯的设备都没用，我们飞过去完全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攻击，真爽。他说，我们有干扰器什么的，我们飞过去，他们的子弹一发都发不出来，然后还把他们斩首。你不相信美国，要相信谁？这真的太厉害了吧！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战争真的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当然，你可以说川普不讲武德，不
不按牌理出牌。但是现在兵不厌诈嘛，能够快速的把这个战争解决，其实对伊朗的人民也是一件好事。大家不要在这边水深火热，而且在伊朗同时，你看他面临的通膨、民生经济的问题等等的问题，其实对于伊朗的人民来讲，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生活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大家关注的就是川习会啊，或者是对中国的影响，因为毕竟长期以来中国跟伊朗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啊，不管是伊朗的石油几乎90%都卖给中国，中国是用非常低价的这个资源取得这样子的能源哦，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讲，一方面它面临伊朗这个可能在能源上、在经济上的一个盟友，它现在接受被美国攻击之后，它可能成本的压力增加了，通膨、出口的问题也会增加。这个对中国来讲，其实后续在经济上内部也会造成另外一方面的影响。而且中国的一带一路主要也都在跟伊朗、跟中东的这些国家合作，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一次的出手精准，而且让世界再次看到，相信美国、拥抱美国，就是我们现在最正确的策略。当然，就是说，我可以养狗，你不能养狗了。其实这种白话就讲，就我可以有核武，你不可以有。哦，所以现在要发展核，要偷偷的发展，但偷偷发展不容易，你要试爆嘛，你没有试爆怎么办？你试爆就实际去试爆，哦，有核爆，有那个原子层，要不然就是在电脑上，但美国都会知道的，除非像印度这样，巴基斯坦就弄成了，哦，那北韩就弄成了，中国大陆是早就弄成了，我们也想搞，我们不是不想搞啊，哦，中山科学院的就搞啊，我有同学在里面啊，哦，这个什么张宪义去那个上校去跟美国告状，美国派人来把那个整个几乎把那个核能研究所通通拆掉啊。我同学在那边一面看一面哭啊，心血都被这样拆掉啊！我就想搞啊，但是呢，你还没搞成，就不要给他知道，尤其有密报啊什么这间谍在里面啊，一旦被抓到，你就惨了啊！但是呢，这个伊朗现在就是这样啊，你就算再承诺说我不会发展高浓度的铀等等，老美还是不行，叫你自己把它毁掉啊！你不毁掉，而且呢，我炸了你2-3年以前可能以后可能又起来了，所以非要把你赶尽杀绝不可。所以川普自己讲，我上次炸了他几年以后才可能再恢复，所以不是不会恢复啊，但是要有时间了。好，来，一真。刚刚民进党说，这个抱紧美国就对了，但是真的是如此吗？我们当然都希望是如此。那我们之前就说，这个是美国的霸权。那现在呢，不管美国总统他现在做的这些发动战争的一些行为，更是霸权中的霸权，而且不止霸权，还是非常非常的霸道。你看到这个川普总统没有国际的授权，没有国会的授权，他说打就打。那你现在看得出来呢，这个说打就打这个下场，其实付出最多代价的都还是小老百姓，不管是这个小学或者一些平民，再到这个领导阶层。那大家就说，现在如果呢是花这个4个礼拜把伊朗打下来，这个战争会结束。但是大家如果回想到这个俄乌战争，当初也说，我们不会打太久啊，可能3天啊、15天啊、几天啊，我们就打完了。但是到现在呢，这个俄乌战争还在余波荡漾，已经4年了，这个就是最真实的警讯。那回过头来，台湾的情况，我们都也看得出来，这个伊朗发生这个战争之后呢，包含伊朗自己出现了这个政权的危机，当然还有能源的风暴，会牵涉到这个世界各国这个油价或者是天然气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。那再来还有这个地缘的联动，就是美国优先这样子，不只是在东亚，也包含了一个中东。所以请问一下，现在假设如果台湾有任何的一些风险，我们民进党执政党他完全单压美国，抱紧美国大腿，不管美国要什么，他要关税，他要台积电，或是他要军购，全部的都给他，过度的依赖美国，对台湾真的是好吗？或者是说，如果万一我们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，美国一定会无条件来帮台湾打仗，来帮台湾出兵吗？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台湾民众最想要问的问题了。休息一下再回来。好，英国同意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，但是呢，只能作为特定有限度的防御用途，但是英国不会派英军参与去攻击伊朗，就基地给你用，但是我不参与啊。那现在英国、法国、德国其实都去骂伊朗了，说你们就乱打一通。看起来伊朗现在打的理论上是有美军基地的中东这些国家，但是是不是只打美军基地？现在搞不清楚。有人说不是，他有炸帆船饭店啊。他炸帆船店是
那个传出来说，并不是他去炸帆船饭店，是他的无人机经过的时候呢，被飞弹打到以后，那无人机跟飞弹的碎片掉到帆船饭店，所以引起一部分地方的火烧，并不是他去打帆船饭店，所以现在消息有点混乱了。那再加上各种 AI 影片，各种地方哦，你看到各种好像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哦。那英法德都去骂伊朗，但是英法德为什么不骂美国呢？美国去打人家，把人家小学160-170个女生都炸死。你是美国美国以色列先发动啊，对呀。所以现在就是说，我的朋友做的事都对的，哦，反正不是我的朋友做的事都是错的。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啊，所以呢，马克宏也说，你不分青红皂白乱袭击啊，那另外呢说，伊朗叫无差别还击，说是杜拜机场受损。帆船饭店起火，帆船旁边我住过这帆船饭店啊，是很不错的啊，尤其早餐很好吃，还有鱼子酱啊，什么一大堆鹅肝酱啊。那杜拜机场宣布关3天了，很惨啊，因为台湾如果到欧洲很少直飞的，都要经过杜拜机场转机。杜拜机场之大，我告诉各位，光从飞机的一个大厦这头走那头都走死你，走10几20分钟才走到，很远的，很大的一个机场。一关以后很惨，你台湾很多人在机场说没有办法登机，为什么？因为杜拜关了，这还算不错啊，至少你还没上机，还回家睡觉。在杜拜机场才惨呢，在那边转不出去，机场关了怎么办呢？哦，就非常惨了。就旅行遇到这种事情，实在都是很麻烦的哈。所以呢，不过当然我们桃园机场昨天也那个报道的地方电脑也坏了，他们说伊朗还被美国打，我们桃园机场没有被美国打，自己把自己给团灭了哈，自己。他们有人排队说1个钟头只前进5步5步，你看昨天机场混乱到什么地步，这是不应该的哦，机场怎么可以这样呢哈？好吧，波斯湾国家说呢也谴责伊朗，因为他们都有美军基地都被攻击了，他们要保卫国土，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哈。那另外呢 ，CNN 说伊朗说我不惜一切代价要惩罚美国哦，反正我尽我吃奶力量惩罚你们哦。那英国媒体是说川普斩首哈米尼。开危险先例，说习近平可能会认为说武统台湾更自由了，弄了半天，俄罗斯你去打乌克兰被骂，你现在川普到处打，普丁一定很高兴的，那我打乌克兰骂我，那你们自己呢？那同样的，将来习近平会认为说你美国可以这样，我也可以这样做所以呢，这个外国媒体这样说这个大陆的解放军的媒体说，中国人民永远基恩思维。不会像伊朗这样都被人家一炸就团灭了那另外呢，专家说美军可能正在消耗协防台湾的弹药，就是说本来台海有美军一堆，美国在南海有3万美军，在日本也怎么将近5万了这边都有菲律宾什么一堆基地啊，说本来这边会不会一起都去支援去打伊朗了，那边去支援打乌克兰了，会不会减少这边的这些这个武器跟装备了？那他们现在运用了 AI 的工具。这 Cloud 模型，因为打以前先用模型这演练，收集数据，然后在战场上不是要真的打，但在模型上先做，再打。我们看一下 ，United States has requested permission to use British bases. We have taken the decision to accept this request. 不过，英国才刚同意美军使用他们的基地，从源头打击伊朗飞弹发射器和弹药库。位于塞浦路斯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附近，立刻就传出强烈爆炸声。Les attaques de missiles, de drones lancés en réponse par l'Iran, d'une manière totalement disproportionnée et indiscriminée, ont touché des emprises. 同一天，法国总统马克宏也证实，法军驻阿布达比港附近的基地也被伊朗无人机击中。法国、德国、英国3国发表联合声明，对伊朗攻击没有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表达震惊，强调将与美国合作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利益。西方联手施压伊朗之际，大陆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，批评美以行动违反国际法。那么一旦伊朗最高的权力体系出现了继承者，那么也会进行公开的表态。相信呢，针对以色列、针对中东地区美国军事力量的反击规模上会扩大。联合国秘书长也警告，军事行动可能引发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，呼吁双方重返谈判。刘一方兄，先这样讲我为什么说这个战争不会拖这么久的原因是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还手，没有这个能力。乌克兰战争是不一样
乌克兰战争是乌克兰自己不行，但是欧盟尤其是北约的这些国家给了很多的钱，给了很多的武器，让它撑下去。你现在谁能够去帮助伊朗？俄国跟中国会不会帮助？不可能的事情，完全不可能的事情。请问你现在中国大陆北京讲那句话，如果要帮助的话，他讲话不会是那种讲法。普丁也是一样，你最后去谴责啊，那你有本事你就运飞弹、运雷达去啊。问题是你可不可以运得到都是一个问题。他现在密集的轰炸，你要运到过程中，他就被他炸掉了。所以这个战争是很难撑。现在讲一下，就是说，究竟你可不可以去暗杀一个外国的一个领袖啊？这个在福特当总统的时候，跟卡特当总统的时候，他们都有签有行政命令。福特签的行政命令是11905号，是1976年2月18号签的。卡特是1978年签的，他签的是行政命令12036。这里面最主要是用暗杀这个字了，就是说你不能暗杀外国的这种这个元首官员嘛哈，就是元首嘛哈。这个有原因的，是因为这个智利当时阿耶德被杀，我去过智利的总统府，他那个前面那个广场，他就在那广场里面被杀的啊。当然有人美国说他是自杀，但一般认为说他可能是被杀。过来就是因为越战的时候的吴廷琰，他们被杀，兄弟都被杀，所以人家就认为说你美国怎么可以这样子暗杀人家的这个领袖，人家的总统，人家政治人物呢？所以他们才有这样一个检讨。到雷根的时候，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。你记得吗？1991年波斯湾战争要爆发的前夕，美国的空军的参谋长讲了一句话：他战争不爆发则已，一爆发，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干掉哈桑。结果是怎么样？国防部长就是后来的副总统，这个钱尼把他叫到办公室，臭骂他，而且把他解职。就是说，你怎么可以？我们要跟他打仗，但是我们不是要杀他这个领袖啊，我们是赢得战场的胜利啊。所以这个是要辩论。人家认为说，现在人就讲说，当时他们最主要是针对情治单位，说你情治单位权力太大了，你把美国拖下水，你暗杀这个国家领袖，那个国家领袖是不可以的。第二个，他们说这就是场战争嘛。这不是暗杀，我就明目张胆要杀你。不过我刚刚讲的1991年，按照当时国防部长钱尼的做法，就是不准你，即使是战争，即使是我们美国这个名正言顺的发动这个战争，也不应该以人家的元首为攻击的目标。所以这是一种辩论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是觉得，或是说对不起小人之心，或者说你可以杀，嘴巴不要讲的。那公开讲干嘛？美国至少以前都还偷偷摸摸的，现在已经堂而皇之了啊！不管怎么样，以你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你用在谈判的还在谈判的过程中，你去攻击人家，然后你讲的理由说是第一个，你说他在发展核子武器这样子。其实上一次伊朗的在去年6月，它的核子设施是被重创的，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浓缩又把它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证明，并没有，也就是他还在深深的还在地下啊。第二个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很快的就会有可以攻打美国本土的那种洲际弹道飞弹，这是谎言。美国自己他们的情报的这个去年吧，他们所公布的，伊朗要发展成功，可以攻击到美国本土的飞弹，至少10年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你作为一个美国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元首，你要打就打吧，你会不会找一个假的理由来说呢？他上次不是他上次伊拉克不是也是用假的理由吗？对啊，那个就正是因为人家觉得说，你说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，小布希说这个就是我要再回来打伊拉克的原因，然后后来就问他说你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在哪里？就是没有嘛。所以这种事情就是历史会有很严格的这样一个批判，但是目前来讲，我觉得川普他们就树立了一件事：我美国想打的我就打，而且我不打则已，我一打一定胜利。委内瑞拉是这样子，你把人家总统给抓了，然后要送到美国去审判，这个就是当年老布希的做法，抓诺瑞加的做法，巴拿马的诺瑞加一样的做法。你对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来讲，你这个是违反国际法的。
所以嘉瑜为什么要穿美国国旗？就美国现在干什么都可以干，要加你关税就加你关税，要打你就打你，要把你抓来就抓来，要把你干掉就干掉，就这么，他就是这样。可是嘉瑜这种主张呢，就是我们甘愿变成美国第51州、52州嘛？对啊，因为美国不要嘛，可是他的做法就是这样，因为今天。那个美国，他如果想抓你领袖就抓你领袖，想把你搞死就搞死。那今天我们台湾半导体已经退无可退了，5000亿美金都承诺给你美国，台积电也过去扩厂了，各方面也都给你了，然后川普不满足哦，他还继续说你们台湾偷我们的晶片，那要怎样？那要怎样？他基本上总是讲个好话嘛，说台湾不错，是愿意在美国来投资5000亿美金，他不是。他是用关税逼他才不甘愿来投资的。问题是，他如果不满意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5000亿给他吗？如果我们没有另外的5000亿美金给他的话，那赖清德整天抱他大腿，高嘉瑜好高兴，美国万岁，美国万岁，那一样他把你抓起来，来嘉瑜帮川普辩护一下，他把你斩首啊，帮美国辩护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是不是民进党又在排1、2、3、4、5、6顺位，然后每个都继续去给他更多钱，继续去抱他更多大腿？我觉得台美的合作的紧密，从半导体、从人才、从很多的层面，包括说这个在。世界的这个联盟上哦，我们可以发现说，美日台的三角关系都一直是存在，这个紧密结合跟互动会越来越好。那所以呢，不要把这个中国视为敌人，但是也不要把美国呢当作说是什么就是要对付台湾的。我觉得在。对台湾现状来讲，能够跟大家当朋友都是好事。但是问题是中国一直是抱着要侵略台湾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哦，所以我觉得对于台湾现状来讲，我们就是积极的防卫自己，站稳自己的脚步。那跟美国之间透过很多的策略结盟把这个盟友扩大，那当然是现阶段台湾能做的事情。美国已经骂我们是小偷了，你觉得他有把台湾当朋友吗？是你们要先回答这个问题。你做了如此之多，台积电他没有把你当朋友，最先进的技术都还是留在台湾，但是我们会把我们剩下可以的这些量能，在日本、在美国，你们不是1次2次3次问题你都没有回答，骂了N次，骂我们是小偷，晶片小偷，从他选举的时候开始骂，当选以后还骂，最先进的技术跟晶片也只有台湾能做，台湾不是小偷，台湾是留住最好的技术跟人才。好，休息一下再回来。